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啊，就是说，我们对有一些少数族群的人，他们只要一蹲，就两边会卡住，两边就会疼痛。可是走起路来没有事，可是一蹲，两边就卡住，就非常的疼痛。那我们来讲，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像这种走路没事儿，但是只要一蹲就会卡住，就会疼痛，活动就会受限，而且屡试不爽。这种大部分都属于特殊职业的职群，譬如说水电工，譬如装潢的工人，譬如说是需要一些在工厂里面需要蹲着做一些很负重的工作，比如修车，他常要蹲，就我们叫做跨骑，也就是这种蹲的结果，就是因为你大腿往上，那承接我们骨盆的，也就是就像这个 case 一样，这个病例啊，他的关节唇，各位看一下，他是个装潢工人，他的两边呢，就是因为长期下蹲负重，所以本来一个360度圆的关节本来非常柔顺的，但是因为单侧的用力还有外展，所以等于把这上面的骨头跟软骨给它往上一顶，顶到外面去的，就像你的指甲往上翻掉一样。这种呢，久而久之就会把刺激到外侧的关节，因为它是蹲嘛，蹲的话这关节就会朝外朝上，所以就会把外侧跟前面的关节唇就给撕裂了。一撕裂呢，我们的骨头呢就会继续增长增生，这种增生不是自然的生产，它是受环境的制约。所以你看一下，这是整个一个局部变白，这白就是骨头。可是我们看不见的就是软骨，因为正常我们的关节是负压，旁边有像橡皮筋的、像矽胶有没有那保温瓶的盖子一样。可是当你长期一顶久的时候，你看看这外侧的股头的颈部就剪出个骨刺出来，那这代表这个长期碰撞在这里，所以这地方就会不规则，就会增生。但是呢，你看得到是骨头，可是外面软骨就是关节唇是软骨，它是一个软骨半硬的骨头，再加上一个纯粹的软组织。这种受伤你只看到这个结果，但是你想到这一片，就像你的甲周膜一样，你只看到指甲坏掉，你没有看到你上面的甲周膜是不是有问题？这种甲周膜是非常敏感的，是种神经，就像你手被抽屉的那个关抽屉夹到上面那个甲周膜，指甲也没有裂掉可是真的很痛，就像神经敏感这一样，这旁边的软组织也是敏感，非常的敏感。那因为什么站得不痛，走路不痛？因为你走路的时候、站的时候都用正上方，因为软骨本身没有神经，所以你没有感觉。可是它只要往外、往上一蹲，这是用力往上一挤，这个关节唇就有点裂开来了。就像你的伤口本来看好，你就把它裂开来，久而久之，这个地方就发炎，压力就逐渐变大，最后呢，骨质增生，软骨受到破坏，另外软组织呢会碎裂，最后压到的地方也就会增生。所以你看这个 case， 这个关节唇就是宽臼的外唇，这已经是增生不规则。这外面的股颈，因为它往上跟它一挤，顶出个骨头出来，这个骨头就是椎骨。所以呢，这常医生常讲说什么叫 FAI， 不是 FBI F 就是股 ，A 就是宽臼 ，I 就是夹击。什么叫夹击？就是互相靠近，在某一特定的动作，譬如说下蹲、外展、踢腿、踢出去，或者做瑜伽要盘坐，这常常造成外侧非常的痛。可是它只要一伸直就不痛，因为它没有顶到。那我们看看它的左边，它左边算比较早期，它的表现出来就是说，它的关节唇的损伤主要是表现在骨头的增生。各位看这骨头增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非常硬化。正常这地方是淡淡的，可是它这个增生，让各位看一下，这底下这里是变得非常的白，也就是说它只要一蹲，
它就夹到一蹲就夹到。大家看黑黑不是没有东西，这里面是关节唇，就像橡胶片一样。我们的保温锅啊、保温瓶啊，如果没有那个细胶的话环的话，一定是不会保温嘛，它会漏气啊。这个也是一样。所以呢，这酒刺激了以后呢，这周边发炎，底下是滑膜，它滑膜在关节周围跟着发炎，最后产生的就积水、肿胀、慢性发炎、粘连，最后因为实质性的破坏，只要一碰到这里，这里就会产生一个夹击的疼痛症候群。它的特性就是下蹲疼痛，活动受限，尤其外展、往外转，有时候是往内转会卡到，会疼痛，理事不爽。那这种他们会很畏惧上那种蹲的厕所啊，非个找马桶上不可，不然的话坐下去爬不起来，光一个疼痛故意也造成很大的问题。那这种大部分都是属于做比较粗活的，需要深蹲的，没有去做，没有蹲，没有椅子可以坐的。所以我们各位看一下他这个 case， 他是个男性也是工作非常辛苦，水电工也做了40-50年。那我们看一下他的骨头也是白色的，非常的硬。这白色就代表他的压力非常的大，压力非常大，从这里转到剑骨跟髂骨的关节，再传下来到这里。所以这整个力量这样传递下来以后，如果你再蹲，它这个条力线当中这个地方被集中起来，应力就非常的大。非常的大的结果呢，你就会产生相对的腰痛。你会相对的肌肉萎缩。那我们再看看这2条腿，看看这个不干净卡住，股骨颈外侧增生，这整个头看起来不太规则，有早期的关节，因为痛不敢用力，所以各位看一下这个骨头跟这个骨头，这个比较粗大，就是因为这个压力闪躲很痛，所以他把压力闪到这里来，变成左脚呢就变得更肥大。可是你要知道，当这边转移久了，这边超载负重过度、弯曲过度、夹击过度，最后产生这个又产生症状出来，只是一个先来后到，一个后到先来，或是2个同时到。理论上来讲，因为我们都有惯用脚、惯用手，所以一般来讲会有一边先有症状。譬如这个 case 就是右边，他操得很凶，但是要工作嘛，不然怎么生活？所以就忍耐啊，忍耐的结果这边就超重。这边呢，因为有破坏了，所以就产生影响，不敢用力。所以看骨头、皮质骨这么粗、这么细、这么宽、这么窄，所以明显他已经工作受影响了。那工作受影响，你看他身体的症状怎么样？就是痛，不能下蹲，只要一蹲就痛。人家请他做，他不敢做，还是说我站着比较好一点。他就是所谓我们的髋骨、髂骨夹击症候群，表现在坐椅子、深蹲或是捡东西的时候产生的疼痛，自己走路是不太会疼痛，所以这个病例我们又给他排了核磁共振这是一个骨盆的核磁共振，我们看一下，正常我们的头都是非常的圆，这白色的。这边右边髋骨头这白色是软骨，可到这个末端已经中断了。这个灰白色的，这是所谓的骨髓，黑色的部分就底下的骨板，这外侧的皮质骨板。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各位看一下，它已经不规则了，正常是非常的尖锐三角形这样过来，这地方乱七八糟了，所以这地方已经在发炎了。那我们再看看左边左边相对，干嘛比较干净？比较干净。这个你看，这黑色代表积水，这边没有，所以它最早是这边特别的疼痛，非常的痛。你看这个关节唇都已经不规则，然后这外侧这个皮质、这个软骨。这个大部分也是不规则变薄，骨质增生。那这边没有积水，但是这上面也是有点撕裂，不规则，症状比较轻。那我们看一个轴断面，轴断面就是等于是水平的一个切面，这是前面，这是后面。那一般来讲发生在前外侧这是右边。那我们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它这是右边它右边这个髋部，你看这周围黑色的是代表积水，这软骨也水肿了，然后左边的话是比较小，比较完整，那周边的软组织界限非常的清楚，这个界限不清楚就是积水跟水肿，也就是说，它这种滑膜炎的疼痛，就像你嘴巴肿起来，嘴巴肿痛，或是有破皮的疼痛，比你骨头被变形的还来疼痛，因为这滑膜是360度包围，所以你只要一动就痛。那时候已经不是走路不会痛，是走路都会痛。所以构造上的变化是一个机械的因素产生夹挤卡住，可是产生生物性的变化就是你会发炎了。这种发炎的话，就你只要嘴巴打开就会痛，你只要脚活动就会痛，所以病人一定是爬着来求你做手术。所以当时我们在给他的诊断就是右髋侧夹挤症候群合并关节囊滑膜增生发炎积水，还有关节软骨的破坏，这都是属于一个慢性骨关节的一个特征，但是它的原因就是夹挤，因为它的 X 光看起来它的软骨的厚度，关节腔的位置还保留到，只是外侧增生，两边的距离过于接近，所以外侧的股骨颈跟上面的髋臼就产生压迫。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我们就给他做了那个关节的切开术。那首先这有什么差别呢？在进去的时候，我们最重要是要把这个凸出来的，我们看的是硬骨，其实上面的软骨非常的多。这手术前的，我们进去看的时候，这整包都是，这是里面的关节唇，这是关节唇下面的骨软骨，这底下的椎骨增生。那我们就把这边整块这里，包含上面挖掉，所以产生了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一个敲掉，这是敲的痕迹。敲完了以后，就是把这个最重要是关节唇，各位看这本来是这边平的，这现在一个落差，就是把这个挖掉，让它这样不会顶到。本来这一弯有没有这个就会顶到，我们再把它挖掉，所以它就不会痛了。所以病人做完这个，早上开，下午就走路了。那以后渐入佳境，也就是说他蹲，除了伤口疼痛以外不会有困难，所以他紧接着要求做左边。那这是左边，还没有做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还可以看到椎骨在这里。然后他在前2个礼拜接受另外一边的手术，各位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椎骨这么大，我们把它修掉，那再把这底下的椎骨在这边拿掉。那我们看一下这里修掉，这是手术完的照片，所以它已经完全没有卡住。那这个是椎骨，我们也是把它挖掉。各位看一下，这是骨头是这样子，你看的是硬骨 ，X 光照得出来，但是软骨这个东西只有核磁共振看得出，还有手术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清掉，把这个关节唇抓掉，抓了差不多这里跟这个差不多1公分的位置，等于抓了整条3公分乘1公分的0.5公分的厚度，3乘1公分乘0.5公分的厚度的碎片，帮把这整块拿下来以后。我们再怎样做关节的活动度，再把关节拉开，再把关节里面的这些脏脏的东西再重新给它清干净，再用生理食盐水几百 CC 把这个关节冲洗干净，最后的时候给它注上玻尿酸，让这个周围能够有受伤的位置，利用玻尿酸把这边填补，一个是润滑软骨，另外一个呢是封住会出血的小血管。另外一个减少发炎，所以开完以后，病患完全可以深蹲，走路完全不痛。所以说这就是一个
对一个需要负担家庭生计，而且做非常出众工作，而且从事需要下蹲、跪的这种动作的劳动的朋友，这种的诊断的早期发现，减少病人的痛苦，经过手术后可以马上令人立即恢复他的劳动力，这样子个人的身心的健康还有劳动力的重建，这是非常一个重要的诊断跟一个治疗。所以髋臼的夹脊症候群在于做粗活需要深蹲负重的朋友，他们的如果您有同样下蹲困难、疼痛卡住，但站立的时候不会痛，要考虑到这个夹脊症候群，尤其跟他的职业的差别是很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早期脱离苦海，重新可以回到职场工作，赚钱养家，家庭和乐，身体健康。